有一个地方，一起哭，一起笑，一起闯，找到信任加上陪伴。沿途也许会有挫折，有失落，有迷茫。假使无论走多远，心里都能够取暖。你不能接这个工程。为什么不能接？这工程又不亏钱，我为什么不能接？就不适合咯，真的不好意思啊。谢谢你愿意给好运装修这个机会，不过以我老爸现在的身体状况，没有办法接受这么大的工程，不好意思啊。你们不妨考虑考虑，我可以让你们慢慢做，我不急的。好啊，不好。基本上我的 boss 现在属于半退休状态，好运装修大部分的工作都是我在做。如果接了这个工程，我肯定忙不过来，所以不好。你又是？我是好运装修的 ID 万德福，大家都叫我 No.1。如果我太忙的话，我就会变 No.20 了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这个工程我可以自己负责。不行，老爸你就不要勉强了。勉强没有幸福的。看来这次我们是没有办法合作了。那下次吧，我有急事，我先走了。Mr. To，既然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合作了，那报价单可以还给我们吗？这个报价单就给我吧，我跟其他装修公司谈的时候，我可以拿来做参考。这不太好吧？报价单也算是商业机密，你懂的啦。我不会给别人看的，我自己看，我保证。那好吧，我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喂，那份报价单有问题的，他想拿走会不会惹出什么麻烦？我看我们回去再跟老板娘商量，怎么把它拿回来吧。够了，我的客户被你们赶走了，你们开心了，满意了？满意。这么不老实的客户，不要也罢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我胡说，那份报价单上很多材料的价钱比市价高出很多，一看就知道有问题。什么不合理的装修费，就是要在账目上报大数，他想逃税，对不对？你们不要多管闲事啦。你应该知道这是犯法的哦。我也是股东，要是被抓到，我也会出事的。OK？ 老爸，你跟 Mr. 多是不是有什么交易？他答应你什么好处？你最好老实跟我们说，我可不想突然被抓去坐牢哦。我答应帮他逃税。他说了会把几栋洋房的装修工程交给我做，完工之后还有其他酬劳啦。你这样就等于犯了伪造文件和欺骗罪。只要没人举报，不会有事的。你这样做会付出代价的。拜托你以后做什么事情之前，先跟我们商量好吗？不要等真的出了事，我们才来想办法解决问题。杜国明他不是好人，他叫你做假的报价单，除了要逃税，还有其他的目的。会有什么目的？丽敏 ，boss 跟这个杜国明有仇吗？为什么这个杜国明会要想害他？根本就没这回事。说到底，你就是不相信我能够帮上忙，不相信我。我很感激你要帮我，但是相信我，杜国明他真的不是好人。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之前我跟你说，那个 Andy Chua 不是好人，你也不听啊。见鬼了 ，boss！Money Min 跟 Andy Chua 和好已经是3000年前的事了，你还是不肯接受哦。那是因为我发现他根本存心不良，可是丽敏又不相信我。总之，如果你继续跟 Andy Chua 合作，就不要阻止我接 Mr. 多的案子。妈，是不是应该把真相告诉老爸？好吧，其实我早就知道 Andy 他不是好人。你早就知道，那你还……我跟他保持良好关系是有其他目的的。我还刚说你们和好了，原来是假的。老爸说的对，妈买了一块不能建公寓的地皮，我股票输钱都是 Andy 害的。什么？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发现他有问题的？前阵子巧静说要投资我公益项目，事情呢开始有了转机，可是突然间他又说他要退出。那时我就纳闷，巧静好像有什么事情瞒着我。
可是我万万都没想到，这件事情竟然跟 Andy Chua 有关。丽明姐，我真的很对不起你。我其实是被 Andy 威胁才推出发展计划的，因为他手上有我的把柄。他还警告我不能告诉你这件事，可是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。所以丽明姐，你一定要小心 Andy。谢谢你。Andy 从中作梗，有可能吗？之前我们遇到困难，都是他出手帮忙的，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？我买了一块不能建公寓的地，你买股票亏钱，这些都是 Andy 介绍的。我想这一切都跟他有关。可是他救过我，他也救过你。如果是真的想要害我们，何必多此一举啊？我想他可能是要得到我们的信任才会救我们的。虽然我现在没有证据，但是我相信巧娟她是不会骗我的。她肯定是在计划些什么。我查到了，那家投资公司幕后的老板竟然是杜国明，而且你之前看中的那块地皮，也是杜国明高价买走的。真的是他。当初 Andy 主动接近杜国明，还说服杜国明卖掉 Toll Building。我想在那个时候，他已经计谋要陷害我了。看来那份假的土地评估报告根本就是 Andy 计划的一部分，所以才会那么巧 ，Jeffy 做完那个报告就马上辞职。还有，我从我88的朋友那边听说到 ，Andy 最近在股票市场大赚了一笔，他说他烧到手，根本就是骗人的。都怪我这么相信他，还以为他改了，还把他当成是好朋友。我太天真了，我忘了 Andy 的本性，蝎子就是蝎子，怎么改都改不了的。混蛋！我现在就找他算账。等一下，不要冲动，我真的想要狠狠地痛打他一顿。你冷静。你打了他就能解决问题吗？我不甘心啊！可是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对付不了 Andy。至少我们可以报警，揭发 Andy 跟 Jeff 串谋，做假的评估报告骗我们买那块地，这样算诈骗吧？可是 Jeff 现在不知所踪，警方没有足够的证据，是不能逮捕 Andy 的。那我们还能做什么？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我们决定将计就计，继续跟 Andy 保持良好关系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我们决定将计就计，继续跟 Andy 保持良好关系。我甚至假装依赖他，什么都听他的，让他以为我对他是100%的信任。也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他卸下防备，我们才能找到对他不利的证据。老爸，杜国明跟 Andy 是一伙的，他要你装修房子，做假的报价单，是想要陷害你。他不只要害我，害人品，还有害你。总之，在我身边的人，他都不会放过。见鬼了！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比小人更小人的小人？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找对的时机，只要有办法证明 Andy 犯了法，我们就重拳出击打倒他，让他付出代价。我这一次呢，一定要彻底的打倒他，不能让他有反击的机会。文命，真的是辛苦你啦！为了要打倒这个 Andy Chua 哦，还要委屈自己，跟他做好朋友。Boss， 你错怪蛮明了。其实你们可以不必隐瞒我的，要是我早一点知道，就不会搞出这么多事了。我们是不想你担心，所以才不告诉你的。你们不说，我不是更担心？好啦，现在我可以放心了。我早就说了，蛮明才没那么傻。倒是你为了要赚钱去做非法的事。我是因为一时心急，我心想可以接到一单大生意就可以帮到你，那你就不必靠那个 Andy Chua 了。对不起啊。我知道你这么做也是为了我，没事。啊，那个报价单还在杜国明手中，那怎么办啊？我刚才本来想跟他拿回的，可是他不肯给，我又不想硬抢，不要打草惊蛇嘛。没关系，这些事情交给我处理。还有啊，从现在开始呢，不要再去见杜国明了。我跟 Andy 的事，
你不要插手，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啊。放心，我不会再插手你们之间的事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急来找你找我什么事呢？啊？是这样的 ，Mr. 多找好建装修，要求他开了一份不合理的报价单，我怀疑他是要郝建帮他逃税。怎么会这样呢？郝建在这个行业很久了，怎么会答应他做这种事呢？他为了帮我，其实实际情况我不是很清楚。我是不想让好运装修惹上麻烦，所以找你商量看怎么处理。那你想我怎么帮你呢？你跟 Mr. 多关系还不错吧？偷 building 那件事之后，我们就很少见面了。之前你介绍他买股票，又说服他卖出偷 building， 我想如果你找他谈谈，他应该会给你面子吧？可能吧。我是不想节外生枝，可不可以请你帮我跟他要回那份报价单？我是一个快要死的人，我犯法无所谓，我是不想让郝建被牵扯进来。再说那间公司是他爸的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我怕老人家受不了。好，你放心，我试试看去说服他，你就别太担心了。那谢谢你了。谢什么啊？大家都这么熟了。还有一件事情啊，要告诉你，那 EYT 的 project 我打算竞标。你也打算竞标？你会不会介意啊？我是担心你的身体状况。这个 project 这么大，你们那边够人手吗？我很久没有挑战这么大的 project， 我想试试看，我不会放弃任何机会。好，总之呢，你要照顾你的身体。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，尽管找我。那当然，有需要的话一定会找你帮忙的。没想到这么快被他发现我们的计划。马立敏怀疑你了？暂时还没。为了不让他起疑心，举报郝建作假报价单的事情要暂时缓一缓。你确定要放弃？放长线才能钓大鱼。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马立敏。这次算郝建走运，下次才来对付他也不迟。话说的也是，对你来说，他是死是活根本就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那个女人一定要失去一切。这个女人真的不自量力啊！竟然和我一起竞争同一个 project。就算她是鲨鱼，也不可能跟大海斗。88是大公司，只此一家，怎么可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？没想到，我居然被 Andy 骗了那么久。算了啦，马立敏那么厉害，都被他蒙蔽了，更别说是你。如果我早点看清他的真面目，我就不会亏这么多钱了。唉，好了啦，不要再嗨，也不要再喝啦，钱都已经飞走了，再赚啦。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这一阵子运气真的很差？好事不发生，坏事没有停过。唉，我也在想，我们为什么运气那么差？首先，你离婚，又输钢钱，然后终于的妈咪又去世，我呢，好不容易求婚成功了，现在又跟宝佑分手。你们闹分手哦，不是运气嘞，是你自找的。我都已经很努力的在弥补了，可是宝佑还是不肯原谅我。你说，我还能做什么？你看你啦，这就是你最大的问题。他以自我为中心了。你说你变了，可是你没有变呢。你做这么多，为什么？是要保佑原谅你。你不是真心想要弥补博文的。你想要解决最根本的问题，你就要问你自己：你不是要博文原谅你，而是什么？你需要站在博文的角度，帮他想一下，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东西，
帮他解决他人生中最大的问题。这个道理哦，跟卖房子一模一样的。你越想赚钱，你就越卖不到房子。Understand？ Understand。见鬼了，这样轮到你来教训我啊？如果你真的放不下保佑，你就要不惜一切代价的把他追回来，不然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我跟静静就是这样咯，失去了才知道后悔，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样。报价单我帮你拿回来了，我已经跟 Mr. 托说了，他说这件事当作没发生过，你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真的要谢谢你了。你要谢我的话，午餐就你请了。那当然的，走吧。走吧。不好意思啊，那天我一时冲动，误会你要做什么，才会对你动手。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啊。你放心，我都说了嘛，这件事是一场误会，我不会放在心上的。等一下呢，我要去见一个客户，我们先走了。嗯，走，拜拜。哇，老爸做得好啊！我还以为你要……因为我想打他，对吗？老实说，我真的很想揍他。幸好你没有。我能做的事已经很少了，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，我就真的是废人一个了。不要这样说，你才不是废人。就算不是废人，我也什么忙都帮不上啊。如果你一直看不起自己的话，这样会影响你的潜意识的哦。这跟潜意识有什么关系？我们的潜意识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你越看不起自己，你就越做不了大事。反而，如果你越相信自己，你就越成功。就跟宇宙的吸引力法则差不多，对吗？嗯，所以你要对自己有多一点信心，给自己多一点肯定 ，OK？ 郝建一直对我有成见，他今天居然跟我道歉，他怎么会突然改变对我的看法呢？可能是他把我的话听进去了。你跟他说了什么？我跟他说，你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人，你帮了我很多。如果不是你的鼓励和支持，我可能一早就放弃了。我这年龄还可以找到一个可以信赖、跟我一起并肩作战的好朋友，是我的福气。你真的这样跟他说？他也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人，任平呢也一直在劝他，所以他就没有之前那么执着了。嗯。小心。 Robin 有没有联系你啊？没有哎，怎么了？因为自从上次我们谈的合作方案之后，他就没有联络我了。他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啊？不可能吧？如果他出事了，他一定会通知你的。嗯。他应该是在准备其他的事情，等他把事情准备好之后呢，就会通知你准备开始工作。啊，你好像很有经验，你是不是也帮过其他人啊？我怎么可能会有经验呢？我是不做这种事的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我这辈子呢会做犯法的事。你也是逼不得已之下才会出此下策，非常时期有非常的做法。你不会瞧不起我吧？我怎么可能会瞧不起你呢？我虽然没有做过任何犯法的事情，但是偷鸡摸狗的事还做了不少。为了生存，大家都逼不得已，都有苦衷。幸好你明白。嗯。我怎么可能会有经验呢？我是不做这种事的。没了。后面没说什么了。他这个人真的很狡猾，说话都小心翼翼的。其实，我们可以单凭他要你帮人洗黑钱，用来当证据吗？他只是口头上说，没有实际行动。就算我们举报他，他也可以狡辩说他在开玩笑，不能让他定罪。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 Jeff 找出来，事情就好办了。可惜他现在跑到国外，连他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哪。他们可以设这么大的局来骗我们，
应该是早有准备，不会这么容易让我们抓到把柄的。那我们会不会到最后都拿他们没办法？是啊，走过必留下痕迹，就算再小心，还是会有漏洞的地方。现在就是看要怎么样才能让他露出马脚。可是他只对他信任的人放下戒心。又或者是在跟合作对象聊天的时候，才会有更多讯息。那我们也不可能一直跟着他啊，怎么找证据？哦，体验式营销啊。我们找一个网红，让他住进新安公寓收费1个星期，再把整个过程拍成一个视频分享出去。而且我们主打的是让网红真的住进 show flat 里，不是拍宣传短片，而是让他们享受生活的 vlog， 这样就可以摆脱看广告的感觉。感觉蛮新颖的。你们告诉我，不怕我抄你们的 idea 吗？我对我们的友谊有信心。好，既然你对我们的友谊有信心，那我这里有关于新安公寓的资料，你可以看一看。喂 ，Jeff 去了消息。你等我一下哦，接通电话。喂，啊，我去倒杯水。啊，好。